感觉我面前的就是一座山。啊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早啊，今天就是要把这间屋子整理出来。我的放锅碗瓢盘的地方，好多东西整理一下。又一箱锅碗瓢盆，都是各种碟子。我的第一箱厨具开箱完毕，还有好多个箱子等着我。OK。今天腌制的排骨放在烤盘里，准备进烤箱了。包上锡纸先烤，等一下再揭开锡纸烤上色就好了。部队火锅的底，这就是把配菜弄好的样子，开火煮就行了。婷姐插电。啊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啊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今晚吃烤排骨，还有部队火锅，简简单单的一餐。快速关盘，帮我弄一下那个汁，清洁一下，那个汁淋放，绝了！感觉我面前的就是一座山。这些是我已经分类好的锅碗瓢盆，像上面这些是汤锅、炒锅，然后这些是洗干净的玻璃瓶，就可以装那些储存。娘娘，不可以哦，娘娘，过来，对，好乖哦。你以为自己很轻盈吗？就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用的最久的锅，这个应该算得上，老粉应该都知道，波西米亚锅我叫它，底都黑了，你看，烧多了，煮过大酱汤啊、海鲜汤啊，很多都是用它。然后还有这边这些，这个烤盘是宜家的，但是我买回来之后还没用，它就已经裂了，可能是我不小心撞到它。然后这个也是很久的碗了，做过那个猪杂河粉汤，好像是猪杂汤河粉。这个锅也是，这个锅很多人问链接，其实它用起来是好用的，但是它炒东西它容易焦边，就是边边会就是焦掉，但是它洗干净还是比较好用的。这边的我已经收拾好了，这个墙，这个锅墙，只要把波西米亚锅放回去，它就是完整的收纳好的柜子。比较喜欢放玻璃杯啊，或者是那些，这个要放到那个中岛那边去，洗菜的中岛。哎呀，
木的好多，因为不保养，你看都不擦油，应该擦点食用油给它保养，但是有点懒，所以它已经有点旧了。还有这个也是猫咪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房子，它的缺点就是不太能装，但是它真的很可爱。就到那些南瓜摊啊，它房子会伫立在中间，用来装档的，拍图文的时候还挺好用的。打了个喷嚏，这个就可以装鸡蛋，然后就拍图文，就放在边边装饰。我的天哪，我打了几个喷嚏。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是我在想你。你干嘛要舔镜头啊？生蚝烤鸡，那应该是前几十集，我就让它来烤鸡。那时候的烤箱也不是很大，但是就是刚好可以容纳它，就用它来烤鸡。还有这个贝壳盘，我就很喜欢，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同学。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上到我的淘宝，虽然很久没上新，但是它一直挂在上面，因为卖完了就挂了9999，那就是1万块。真的有个粉丝拍了下来，他说他很喜欢，然后我就叫他退款，我就送了他一个，因为我那时候还有3个，现在只剩2个了，送了1个给他。很喜欢木制品，但是像这个是竹制品，这些就不是很好，就是因为它会发霉，你一定要把它晾干。我家猫还算是比较听话，它不会把这些往往叠打碎，我都是把它摆在我觉得漂亮的地方。但是有一点危险啦，飞哥说，像这个小碟子，超可爱，里面是猫头鹰，是不是很好看？然后这下面呢就是不锈钢，像这些都是不锈钢，就你把不锈钢都放在一个格子，你就很好收纳。这就是收拾好的样子，瞬间感觉清爽好多。这些是我新买的厨具，今天可以开箱给你们看。火腿不是火锅，买的是火锅。到时候就可以把边炉，这个质感可以，就可以放纸巾，这个是放毛巾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送了一个果蔬收纳袋。前段日子不是搞活动嘛，我见到这几个柜子很便宜，就买了点。哎，好好看哦，这个我买的时候才几十块吧，我记得很便宜。哦，这个是玻璃杯，好可爱的玻璃杯。展示一下我今天开箱的成果：杯子，还有收纳纸巾盒。还有火锅的锅，还有一个木的收纳，还有很多厨具在路上。如果你们喜欢看开箱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录，然后给你们推荐。像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。今天收拾了一天，终于把这些餐具给收拾出来了。在看到这些厨具的时候，就有一点感慨，然后感觉看到这些厨具，就看到了当初自己的血泪史。因为在做下厨之前，我就已经创业失败过1次，
资金是超级的短缺。在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们从我的第1集去了解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很简陋。当初是抱着开始新的生活的心态去做自媒体，去拍短视频，然后当看到成片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，一方面很开心，一方面又很艰辛，没有表面看的那么云淡风轻。所以很想跟在看视频的你说，永远都不要敷衍你的生活，就要积极正面的去面对它，它总会给你回报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像我就非常感谢当初坚持的自己，感觉自己就是熬鸡汤的饿死。好了，拜拜，这次的收纳完成。